回来了，竟然真的回到了选婚书的这一天。换。舒唐，放下，快放下！你拿错那份了。没错，母亲，我要嫁给靖王。你疯了！你父亲费了多少心思才求得宋首府的亲事？靖王那是好去处吗？那靖王府里的水比海深，靖王的脾气更是出了名的乖恶。大小姐呀，您这性子进了靖王府，不是羊入虎口吗？羊入虎口？母亲，您怎么知道我谢淑堂不是那头更狠的狼？母亲，还是我嫁给靖王吧。姐姐她受不了委屈。怎么一个两个都发了疯？锦柔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姐姐性子直，若去了靖王府，定要吃亏。宋大人学识渊博，宋家婆母又是贵女出身，最是讲道理，理应让姐姐嫁过去享福。舒唐，你看你妹妹多懂事，都这时候了还为你着想，快把婚书换回来。好妹妹，上辈子你为了让我享福，受尽折磨而死，这辈子你还想玩自我牺牲那一套？谢锦柔，你少在这儿装可怜。你是觉得我会成你的情，还是觉得宋家那首府夫人的位置何该是我的？姐姐，我只是不想你受苦。受苦？我可不觉得。实不相瞒，我早就听闻靖王行事狠辣，我这心里偏偏就暗恋他这股子不讲理的劲儿。你这个不知廉羞的孽障！母亲、妹妹，你们谁也不许阻拦我的姻缘。那疯批靖王配我这天生坏种，简直是老天爷开眼，绝配！爱妃，你这血救了柔儿的命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上一世，妹妹人淡如菊，纯良爱笑，却被疯逼靖王当成血奴。她一生行善，最终却落得个药物中毒、惨死深宫的下场。而我嫁给了温润如玉的首府，他给了我所有的体面，可我这种人，骨子里就是坏透的。舒唐，宋家容不下你这种毒妇！我嫉妒，我阴暗，我不知好歹，最终被休回家，病死在那方破旧的小院里。罢了罢了，你们既然非要反着来，我也管不了了。嬷嬷，带他们下去准备嫁妆，3日后谢府双珠同时出嫁。是。姐姐，宋七年他真的是个良人。前世你在小院病重，是他去看了你，还给了你个体面，你为什么非要抢这个死局？谢锦柔，你看，我也重生了。那你更不该去靖王府啊！前世我被休回家，没人管我死活。首府大人是好，可他的规矩，他的温柔，对我这种天生骨子里坏透的人来说，是另一种慢死。你太蠢了。你明明那么怕周彦琛，这一世却还想为了我跳进去。我想让你活得好一点。换吧，换了，结局才会真的不一样。谢锦柔，你护不了我，但我能屠了那窝疯狗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活，还要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，一个都别想好死。宋七年。前世我病入膏肓，被休出府，只有你来看过我，给了我最后的体面。这一世，我不去祸害你了。愿你与锦柔一生琴瑟和鸣，白头偕老。王爷说了，今日衙门公务缠身，腾不出空来迎亲，让谢府直接把人送进府便是。你听到了吗，谢淑堂？还没进门呢，他就敢这么轻漠你，他根本没把你当回事。日后受了苦，你可别回来求我。母亲。王爷勤于政务是社稷之福，他那般努力，我身为王妃心疼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他呢？起轿！起轿！既然王爷忙，那咱们就快些去，莫要耽误了王爷的大事。公务缠身，分明是昨晚在醉春楼里喝得太死，现在还没醒酒呢。前世，锦柔就是在这顶冷轿里哭干了这一辈子的眼泪。谢大小姐，请吧，莫要误了吉时。快看！谢家大小姐真的一个人进来了，靖王可是一点面子都没给，让她和狗拜堂这种事儿都想得出来。要是我啊，一头撞死在门柱上得了，活着还有什么脸面？谢氏，你夫君昨日处理公务太晚，实在是起不来。你身为王妃，要体谅他的不易。宾客都到了，拜堂吧。婆母的意思是让我对着畜生磕头，
谢大小姐，王爷说他太累起不来，那是王爷养的狗，最得王爷宠爱。今日让那狗替王爷和谢大小姐拜堂，也是一样的。谢大小姐，您还愣着干什么？王爷说了，黑虎是他最心爱的畜生，让他陪您拜堂，那是给谢家体面。您可别不知好歹。主人瞧不起我，连下人也如此看轻我。谢氏，你夫君昨日处理公务到深夜，这会儿实在是罚得起不来。你身为他的王妃，理应体谅夫君的辛劳，莫要在这儿使性子。体谅？让一条狗代夫拜堂，也是要我体谅的规矩吗？宾客都坐满了，你是想让王府丢脸，还是想让谢家蒙羞？快些拜堂吧，莫要误了开席。婆母要给我下马威，和周彦辰打的是一样的算盘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男人都笼络不住，回门居然一个人回来，谢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母亲别怪夫君，他只是太忙了，说下次定会亲自登门谢罪。原来前世锦柔便是在这种羞辱下和狗拜了堂，她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回门时却一个字都不肯说。谢淑堂，你傲气什么？你那个妹妹嫁进晋王府，活得连条狗都不如，全京城谁不知道她和畜生拜的堂？那时候我以为她是气不过才羞辱锦柔，甚至还把那徐小姐打了一顿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她说的全是真的。谢锦柔，你真是傻得让人心疼。这一世，姐姐既然来了，欺负你的人都该死。谢淑堂，还没闹够吗？快点跪下拜堂，宾客们都等着开席，你别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婆母方才说什么？让我和这畜生拜堂？说了多少遍了，王爷公务缠身，黑虎代表王爷一样是及时。既然是一样的，那儿媳可得问清楚了。婆母的意思是，王爷周彦辰他本人就是这条狗吗？若王爷不是狗，那这畜生凭什么能代替他和我拜堂？混账东西！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竟敢当众辱骂自己的夫君，骂他是狗！婆母息怒，儿媳可没骂。我谢淑堂嫁的是堂堂晋王，不是这摇尾巴的畜生。可婆母不让王爷出来，非让条狗来和我拜堂。这满堂宾客瞧着，难道不是婆母您在骂王爷是狗？这谢家大小姐的嘴可真够毒的，这话绕回来，倒成了老王妃自个儿骂儿子了。周彦成这下可是自己把自己给骂了。谢淑堂，你少在这逞口舌之快。你夫君昨日为国事操劳，今日实在起不来，这堂你拜也得拜，不拜也得拜，反正他今天是断然不会来的。不来啊，那可不行。你不拜堂，还能强逼王爷出来不成？我不像谢锦柔，会为了谢家的体面由着你们羞辱。我谢淑堂骨子里就是个坏种，你们想看我落魄，我就让这喜堂见红。谢淑堂，你竟敢！这可是王爷最喜爱的黑虎！狗咬主人，当然要杀。造反了，简直是放肆！快去把王爷叫过来！谢淑堂，你杀了本王的狗，本王要杀了你！瞧，我说过，周彦辰不来可不行。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周彦辰，如果你今日杀了我，明日你会被立刻下大狱。好狂的女人！你爹不过是一个镇守边关的将军，你竟敢在我堂堂王府杀我爱犬，当众撒野，是吗？我爹镇守边关，手握50万重兵，更是大魏唯一的异姓王候补。我是他最宠爱的嫡长女，你说我敢不敢在这撒野？坏了，谢老将军前几日刚传回捷报，又拿下了北疆2座城池。这时候动谢家的心头肉，靖王怕是……好，你有胆子，仗着谢家那点兵权就以为本王动不得你？今日我便在这喜堂之上杀了你，
倒要看看你那远在边关的爹能把我这个皇亲国戚怎么样！王爷，快杀了这个目无尊长的毒妇，给黑虎报仇！这一世，我可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周彦辰，你想要权力，又放不下你的白月光，你敢杀我吗？周彦辰，你这把剑落下来容易，可若想保住你身后那张通往金銮殿的椅子，怕是就难了。王爷，王爷不可胡来，快住手！滚开！这贱人杀了黑虎，本王今日非剐了他不可！王爷，为了大局，万万不可呀！周彦辰，前世锦柔受的苦，我会一点一点还给你。现在的你，连杀我的胆量都没有。你以为本王真的怕了谢家？怕不怕，王爷心里最清楚。王爷，谢老将军刚刚在北疆立了大功，又多了15万铁骑。此时宫中正盯着咱们王府，若谢家女今日横死，谢家那50万大军万一有个异心直指京城，您的宏图大业可全毁了。暂且忍耐，王妃杀狗是小，丢了天下是大呀。上一世锦柔不争不抢，心地善良，即便被你如此羞辱，也只会咬牙忍受。那是因为她在家里不得宠，谢家不会为了一个庶女出头，可是我不会忍。依稀记得这个时候，我爹立了大功，不仅打败了北疆，还顺势拿下了2座城池，手里整整多了15万铁骑，50万大军，15万铁骑。但凡我爹生出半点异心，那龙椅就得换个人来坐坐。王爷，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我是爹娘最宠爱的掌上明珠，只要我一封家书寄往边关，我爹能平了你这晋王府。周彦辰，你岂敢真的动我？谢家如今如日中天，靖王这一剑下去，怕是这王位也到头了。王爷，王妃方才不过是杀了一条不听话的狗，算不得什么。您与王妃今日大喜，将来是要好好过日子的，断不能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生出嫌隙，寒了将士们的心呐。哼，算了算了，一条畜生而已。既然王妃不喜欢，杀了便杀了，本王不跟你计较。王爷，黑虎可是你最喜欢的。母妃，不过是条狗，大喜的日子别再提了。王爷，王爷，这天色尚早，还没拜堂呢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还想跟本王拜堂？谢书堂，你杀了本王最爱的黑虎，本王大度不跟你计较，你居然还得寸进尺！哈哈哈，要本王在这死狗面前跟你拜堂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我已经当众下了你的面子，让你在这京城权贵面前承认自己连条狗都不如。你想走，想得美！谢氏，你杀生见红，冲撞了王府的运势，王爷不治你的罪已是天恩，你还有脸在这提拜堂？王爷既然如此不情愿，那儿媳也不好强求。贺大人，恭喜升迁。王爷，拜堂讲究的是时辰和名分，既然您不想要这名分，我总不能让谢家在这儿白白丢脸。王爷今日如果敢踏出这大厅一步，我便立刻与丞相拜堂，做这满京城独一废的丞相夫人。谢书堂，你疯了！谢书堂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拿本王的婚事开这种玩笑！王爷不是不想拜吗？既然谁拜都一样，我看贺大人就挺合适。王爷明鉴，微臣绝无此心。谢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疯子？你要毁了本王的名声吗？堂堂王爷大婚，新娘子却当众放言要嫁给丞相，这种丢人丢到家门口的事，周彦辰这辈子怕是都没想过。谢书堂，你把本王当什么了？把这王府当成什么了？王爷，微臣家中还有急事，今日这喜酒，微臣怕是没福气喝了。丞相大人，急什么？我这堂都还没拜呢，你就要走了？不，王妃说笑了，微臣这就走。
这就走。堂堂丞相，胆子竟比兔子还小。王爷，人被你吓跑了，现在您是打算继续待在这儿给那条死狗吊丧，还是打算跟我把这堂给败了？他不敢走，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敢踏出这大厅，我真的会追上贺成舟，当众拉着他在大街上拜堂。到时候，他周彦辰就彻底成了全天下的笑柄。王爷，你看看他这哪里是成亲，分明是来讨债的。拜！及时到，一拜天地。不必了。谢书堂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本王已经答应和你拜堂了，你还要如何？王爷想拜就拜，不想拜就不拜。这世上的好事，什么时候全让你周彦辰占尽了？刚才让你拜你不拜，现在本宫没心情了。这婚房我自己回，王爷您慢慢陪您的黑虎吧。想拿捏我，做梦去吧。夜已经深了，按照前世的进度，周彦辰此刻正宿在醉春楼，和他的白月光许柔互诉衷肠呢。他这是打算晾着我，给我这个不听话的新王妃一个下马威。王妃，天都要亮了，王爷怕是不会回婚房了。您好歹歪一歪，别熬坏了身子。嬷嬷，再等等，万一王爷公务忙完了呢？我若睡了，他回来瞧见，怕是会觉得我不庄重。实在是太傻了，谢锦柔，你等了一夜，等来的是他第二日的羞辱，等来的是他更肆无忌惮的作践。小姐，要不奴婢去外面打听打听，王爷他……不必了。他不来，这婚房他以后也别再想踏进来一步。来人！小姐，王爷既然不愿意回婚房，定是不屑与我这恶毒的王妃同住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可不能委屈了王爷，让他看这些碍眼的东西，把王爷的东西全部一件不留的给我扔出去。是，小姐。周彦辰，你喜欢晾着我是吗？那就晾个彻底。王爷，不好了！王妃她把您的东西全都扔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王妃说既然王爷不想回房，留着那些东西也是碍眼，就把您的常服、冠冕，还有书房的古籍，全丢进泥地里了。滚开！本王回自己的园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阻拦？将军府规矩，小姐歇下时，任何人不得擅闯，违者杀无赦。好一个杀无赦！这里是靖王府，不是你们谢家的练兵场。小姐，王爷在外头闹得厉害，咱们真的不出去瞧瞧？万一他真闯进来，他若有那个胆子跟谢家的暗卫动手，我倒还高看他一眼。可这毕竟是新婚头一夜，传出去怕是名声不好听。名声？从他牵着那条狗进喜堂开始，我就没打算给他留脸面。随他闹，闹累了自然会滚。谢树堂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你个毒妇，竟敢如此轻没本王！你以为谢家能护你一辈子吗？滚出来！听见没有？躲在里面当什么缩头乌龟？谢树堂，本王要休了你！王爷，不可，万万不可冲动啊！不可！他都骑在本王脖子上拉屎了，本王若再忍他，这京城还有本王的立足之地吗？王爷，要以大局为重啊！如今谢家在那边关手握50万大军，谢老将军刚又收了15万铁骑，这时候得罪谢家，咱们的大计可就全毁了。王爷，我们要指望谢家的兵权，现在绝不是翻脸的时候。王妃性子烈，咱们得顺着毛摸。等那兵符到手，您想怎么处置这毒妇，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？难道就让本王这么灰溜溜的走？王爷，暂时的隐忍是为了江山社稷，请王爷随老臣回去吧。谢书堂，本王早晚弄死你！谢家、谢书堂，你们给本王等着！此仇不报，本王誓不为人！
王妃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当是在谢将军府当交聘呢？嬷嬷小声些，我们小姐王妃昨夜受了累，还没起来呢。还没起来？在王府，王妃要早起，在老王妃身边伺候梳理、请安问茶，哪能由着性子想睡就睡？快起来吧，一会儿老王妃见不到人，会不高兴的。嬷嬷这话好生奇怪，老王妃屋里有那么多人伺候，个个都是伶俐的，何必非要折腾我们小姐？折腾？这是规矩。再说了，小姐是心腹，是皇上亲赐的靖王妃，哪有这一下门就可劲儿欺负的道理？欺负？看来这谢家的教养当真是不怎么样，连尊卑都不分了。心腹才要立规矩，只有规矩立好了，才知道这王府到底谁说了算。你要是再敢废话，老婆子，我这就叫人把你拉到前院打了发卖出去，让你这辈子都回不了谢家。前世谢锦柔就是被这几句话吓破了胆，连滚带爬的起来去伺候那个老毒婆。可她忘了，这世上的规矩从来都是给弱者定的。嬷嬷好大的威风！老王妃身边的嬷嬷当然不会对我的丫鬟客气。看来这靖王府的规矩得从我这儿重新写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起来。王妃能明白事理就好，那便快着点吧，时辰已经不早了，莫要让老王妃久等。小姐，您瞧他副小人得志的样，咱们在谢家哪受过这种气？您就不该答应他。急什么？奴婢是怕您吃亏。吃亏我不去，这王府的戏怎么唱得下去？去，伺候我梳洗。小姐，待会儿见了老王妃，万一她真的……她定会给我立规矩，端茶、递水、站规矩。前世谢锦柔受过的，她一样都不会落下。可惜我不是谢锦柔。小姐这身真气派，压得那些小家子气的人抬不起头。气派是给旁人看的，公道是自己讨的。走吧，去向婆母请安。王妃步子迈稳些，这深宅大院里走路也是规矩。前世谢锦柔每天都要走过这条长廊，那时候她低着头，战战兢兢，怕极了前头的刁难。这一世我挺直脊背走过去，每一步都是在踩那些人的脸。王妃到了，老王妃正等着您伺候呢。小姐，记住，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许吭声。前世他们便是这样，在这间屋子里像欺负一条狗一样欺负谢锦柔。既然你们喜欢立规矩，那这一世我当然要为我的妹妹讨个公道。这靖王府的规矩该换主子来定了。请王妃伺候老王位梳洗，这可是新媳妇进门的第一要务。王妃请吧。婆母，儿媳瞧着您身边这儿站了一堆人，竟没一个中用的。你说什么？连个梳洗擦脸的活计都不会，还要劳烦我这个当家王妃亲自动手。回头儿媳定要把他们都帮您换了，省得这满屋子吃干饭的碍了您的眼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身边的人个个是家生子，他们是教你如何伺候婆母，如何尽孝，不是不会做活。放肆！这里是靖王府，不是你的将军府。大小姐莫不是在将军府娇惯坏了，连孝道都不懂？好好给我学，若学不会，别怪我这当婆母的对你不客气。是婆母，儿媳受教了，定会好好伺候。哼。谢书堂，你简直是找死！对不起，婆母，儿媳实在是太不小心，脚下一滑就……您看，儿媳都说了没学过下人做的事情，手脚笨拙，您偏不信，这下可怎么办？这可是老王妃最心爱的衣裳，您便是再不精心，也不该如此作践长辈。
蜀锦，我这可是蜀锦的料子，南京城统共就这么几匹。这么贵重啊！早知如此，儿媳便是拼了命也要端稳那盆水的。哼，拼命！我看你是存心要气死我。前世，谢锦柔便是在你这样的打压和搓磨下，足足活了3年。看着你这副恶毒又刻薄的嘴脸，前世你肯定没少打骂过锦柔。老王妃息怒，奴婢这就去给您拿干净的衣裳换上。换什么换？把镜子给我拿过来！锦柔前世从来不曾回府说过半句委屈，总说婆母待她很好，何府上下都体面。好个屁！你这老毒妇，分明是吸干了她的血，还要灭她的口。去把王爷叫过来，就说我要见他，立刻马上。老王妃，王爷这会儿怕是还在。让他滚过来，让他看看他娶的好王妃，让他立刻给老身写休书，把谢书堂这个贱人给我休了。饶是谢家再怎么家世显赫，我也要让王爷立刻把你赶出王府。你这种目无尊长的女人，不配进我周家的门。婆母息怒，小心气坏了身子，那可就更划不来了。你干的！你竟敢！王爷这话问得好生奇怪。方才儿媳只是想伺候婆母，谁知婆母不让下人动手，非要儿媳这拿刀弄枪的手去端盆，这手笨脚滑的，王爷难不成还要怪我不成？周彦成，你听听，他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把这个女人给我休了，立刻写休书。饶是他谢家再怎么位高权重，饶是他家世再好，我靖王府也容不下这等蛇蝎心肠的恶妇。你若不休他，我今日便撞死在这柱子上。休了我？好啊。王爷若是现在就写休书，我谢书堂立马卷铺盖回将军府，绝不耽误。挺好的，免得将来你为了救那个许柔，还要费尽心思把我搞成血奴。真休了，倒也省了我的事。娘，你以后别去招惹他了，行吗？你说什么？他泼了我一身水，你居然让我别招惹他？下人的事情让下人去做，端茶倒水这种事儿，您非要折腾他干嘛？惹他这种疯婆子，最后吃亏的还不是您？你什么意思？周彦辰，你这是要为了这个女人，连生母的脸面都不要了？我是让你休了她。休不了。你说什么？娘，谢家现在兵权在握，皇上都得忌惮3分，没有谢家的支持，儿臣的大事休不了，真休不了一点儿。想吃谢家的软饭，还想立王爷的威风？周彦辰，咱们这辈子才刚刚开始。废物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堂堂一个王爷，竟被一个刚进门的女人骑在头上撒野，你连个毒妇都不敢休，你还有什么用？如今的他正跟着五皇子做着那夺嫡的美梦，那个位子少不得要我谢家的兵权撑着。您骂儿臣没用也罢，可谢书堂背后站着的是谢振新，那老狐狸刚收了15万铁器，儿臣这时候休他，岂不是自断前程？前世他敢那样折磨谢锦柔，是因为锦柔在谢家既无生母护着，也不得父亲宠爱。可现在他的谋士定是早就查清楚了，谢家现在的嫡长女谢书堂，可是爹娘捧在手心里的命根子。你为了那点兵权，连你娘的命都不要了！哎呦，我这造了什么孽呀！娘，快叫太医！谢书堂，本王把话给你撂在这儿。你如今既然进了靖王府的门，名分上便是本王的王妃，在这府里没人敢欺负你，也没人敢动你。但是你也别成天给本王找事儿，若你再敢惊扰母妃，本王即便休不了你，也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，本王绝对不会客气。生不如死，王爷倒是提醒我了，至于会不会再找事儿，那得看我心情吧。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！周彦成，你这是被我折腾怕了，这就受不住了？才刚刚开始呢，前世锦柔受了3年的苦，这一世我能让你好过吗？谢书堂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小姐还没寻到王爷，听守门的婆子说，王爷昨晚就没回府，这会儿怕是还在那醉春楼。回门的大日子，他倒是有雅兴，在那温柔乡里醉生梦死。前世，周彦辰就是在这个日子宿在了白月光许柔那里。谢锦柔孤身一人回门，受尽了白眼。没用的东西，
门这种大日子，你竟然一个人回来，谢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母亲息怒，夫君他公务实在太忙。忙？我看是你没本事，连个男人的心都抓不住。王爷这是要去哪儿？今儿可是回门的日子，马车已经备好了。谢书堂，你竟敢带人堵到这儿来！请王爷上车。谢书堂，是本王太给你脸了，你敢派人抓我，太放肆了！放肆！新婚燕尔便宿在勾伦瓦瑟，您才是当今第一人。其实我也不想跟你一起回去，看着你这张脸我都嫌烦。那你就滚下去，本王求之不得。可回门你不去，我爹娘的面子往哪儿搁？谢家的兵权，你还想不想要了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回去。今日是柔儿生辰，我有要事。好啊，你今日若是敢踏出这车厢半步，我便立刻让人带兵围了醉春楼，把你心心念念那个女人给打死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周彦辰，你大可试试，是你的腿快，还是谢家军的刀快？谢书堂，你这个毒妇！王爷过奖，既然不想那柔儿姑娘香消玉殒，就给我老老实实坐好，咱们回门。谢书堂，你当真以为拿谢家压我，本王就得事事顺着你？本王今日若非要去醉春楼，你拦得住吗？拦不拦得住，王爷大可一试。许柔小姐，堂堂罪臣之女，王爷以为把她藏在醉春楼里洗白了，将来随便寻个由头抬进王府做个贵妾，就能一了百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罪臣之女？王爷莫要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，我清清楚楚，简直是妄想。只要我今日修书一封，打死那个坏了王府名声的贱人，再去宫里向皇上禀告王爷识人不明之罪，皇上为了谢家兵权，不仅不会怪我，还会夸我替皇家除害办得好。谢书堂，我倒是小瞧了你的手段，竟连柔儿的身世都查得出来。可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相公，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若许家的事情捅出去，本王获罪，你这个王妃又能落得什么好？相公，王爷莫不是失忆了？那日拜堂是狗跟我拜的，那夜婚房你人影都没一个，你与我没拜堂，没成亲，连洞房花烛都欠着，算哪门子的相公？再说了，你若真被下了大狱，或者直接死了，我大可顶着个未亡人的名头和离。正好新任丞相贺承周还没娶亲，你若是死了，我正好改嫁，去做那堂堂正正的丞相夫人。谢书堂，你竟敢存了这种心思！你是不是早就与那贺承周暗通款曲了？男人嘛，果然都是一个德行。我可以不爱你，可以作践你，但你不可以想别人，更不可以让我丢脸。我与谁暗通款果，王爷管不着，但这回门礼你非去不可。乖乖跟我回谢家，否则许柔的命可就攥在王爷您的手里了。你下车，我杀人。毒妇！谢书堂，你简直是个丧心病狂的毒妇！毒妇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周彦琛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谢书堂，算你狠，本王今日随你进去，但你若敢动柔儿一根汗毛，本王定要你谢家陪葬。王爷，与其在这儿放狠话，不如收收你那要杀人的眼神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的柔儿自然会长命百岁。哎呀，还是齐年体面。锦柔能嫁进宋家，那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。娘，这些都是我为您特意准备的补品，这100年的人参，极品的鹿茸，还有这些细腻的珍珠粉，都是对身子极好的。嬷嬷，收下去吧。娘子，方才听你咳嗽，是不是来的路上受了风？夫君放心，我没事的。你是首府夫人，万事都要以自己的身子为重。
宋祈年果然还是前世那个温柔的人。前世我那般阴暗恶毒，整日里胡闹嫉妒，他也一样对我温柔，处处维护我的脸面，是我配不上他的好。哼，瞧瞧，人家这才是琴瑟和鸣。谢书堂，你看看你那副泼妇样。王爷若是羡慕，大可让宋大人教教你如何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君子，而不是只会在醉春楼里当怂包。宋祈年是个好人，这一世活该配锦柔。看到他们过得好，便也是我这天生坏种做的唯一一件大善事。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些日子我整宿睡不着。姐姐，靖王府那地方他们有没有对不好？书堂，你在王府过得好不好？谁敢对他不好？谢锦柔，你与其担心他，不如担心本王。这就是你们谢家教出来的好女儿，进府才几天，就把我王府搅得鸡飞狗跳，动不动就动刀子要杀人，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搅家精。前世周彦琛从未陪谢锦柔回过门，这一世见他跟着我回来，锦如定是意外极了。王爷若是乖乖听话，我自然是这世上最温顺的王妃。若有人非要挑战我的底线，我这手里的刀确实不长眼。谢书堂，你当着岳母的面，竟也如此跋扈。前世这个疯子曾那样肆无忌惮地折磨锦柔，哪怕现在换了身份，锦柔骨子里对他还是怵得紧。王爷莫要动怒，书堂性子直，王爷多担待些便是。还是宋大人会说话，王爷学着点儿，别整天像吃错了药似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回门是喜事，闹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周彦琛这般气急败坏，无非是因为我要杀许柔，踩中了他的痛脚。别怕，有姐姐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娘子，方才听你说起家中园子的海棠开了，趁着天色尚早，我们去园子转转可好？好，全听夫君的。你瞧瞧谢锦柔，那才是大家闺秀该有的样子，温婉大方，娇柔可人。再看看你，杀气腾腾，活脱脱一个毒妇。同样是谢家的姐妹，为什么这差距就能那么远？早知道这谢家嫡女是个混不练的刺儿头，本王当初就该娶了谢锦柔那俏生生的庶女，也省得天天对着你这尊煞神。后悔了？周彦琛，你凭什么在这里装出一副错失良人的样子？柔儿这药里缺一味新鲜血液，你身为王妃，尽点本分也是应该的。上辈子你娶了她，却把她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从婆母到马奴，谁都能踩她一脚。你把她当成血奴，一碗一碗放干了她的血去养你的白月光。既然王爷觉得我这个毒妇碍了您的眼，那我也没必要跟您客气了。后悔了，晚了。周彦琛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，说那半句有的没的，我立刻就派人去那醉春楼，把你心尖尖上的许柔给拖出来，亲手割了她的舌头。我看你这辈子还怎么听她那娇滴滴的哭声。谢书堂，你冷静点，本王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我错了，你千万不要去动柔儿。王爷能知错就改，那是最好不过。我以后绝不乱说话，在谢家，本王一定给你做足面子。老实待着，我与娘说些私房话。你若是敢在席间闹出什么幺蛾子，那割舌头的刀可就不只对着许柔了。知道了，你去便是。我的乖女儿，快让娘瞧瞧，在王府这些日子是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？瞧这小脸都青茧了。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如意糕，还有这几件地段最好的铺子地契，你快收着。王府那种地方，手里没点私产傍身可不行。你说你这孩子，当初嫁给宋祈年多好啊！那样温润如玉的男人，放眼全京城能有几个？你非不要，偏要选周彦琛那种败类。娘这心里，只要想起他在大婚当日的事儿，就替你不值。娘，木已成舟，如今日子都已经过了，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宋祈年如今是锦柔的夫君，我们既然已经各自成家，您往后在府里，在外人面前，绝对不可以再说这种话。娘也是为你叫屈，万一传到宋家耳朵里，坏了两家的情分不说，宋家心里不舒服，定会把这气撒在锦柔身上。锦柔那性子你也知道，
他怎么受得住？锦柔，你现在满脑子都是你那个妹妹，她不过是一个姨娘生的庶女，生母死得早，若不是养在我身边，她能有今日？我让她像你这嫡女一样气气排排的出嫁，给足了嫁妆，已经是谢家对她天大的恩德，够给她面子了。你还要娘如何？非得把她供起来不成？可她毕竟是您看着长大的，这些年她哪一次不是规规矩矩、不争不让？她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娘亲在孝顺。娘，锦柔真的很好，为了谢家，也为了我，您往后对她一定要再好一些。娘，您总觉得锦柔是庶出，养在膝下不过是全了谢家的面子，可你想过没有？若哪天谢家遭了难，或是您病倒了，这府里除了我，谁能真心实意守在您堂前？哼，这好端端的咒我做什么？府里这么多婆子丫鬟，还伺候不好我一个？下人图的是赏钱，遇事跑得比谁都快，可锦柔不一样，她虽然性子软，骨子里却是个重情义的。娘，您不知道，前世京城爆发瘟疫，那些丫鬟婆子个个躲得老远，唯有锦柔衣不解带地照顾被感染的您，直到您痊愈。锦柔这孩子眼里是有您的，您对她好1分，她定会还您10分。你今儿是怎么了？从前你不是最瞧不上她那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吗？经历了这出嫁的事，儿媳才明白，亲姐妹才是这世上唯一的依靠。前世锦柔因为私自回府照顾患病的娘，被靖王府抓回去责打的体无完肤，没有她，娘大概早就死在那场瘟疫里了。您真的该对她好一点。你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倒是让娘意外。好吧，娘知道了，听你的，以后待她好一点便是。嬷嬷，去把庄上安德里那几间地段好的铺子地契取出来，给二小姐送去。夫人，那不是您给大小姐预备？去吧。锦柔，不必担忧。二小姐，这是夫人让老奴给您送来的，这几间金铺和绸缎汪的地契，您快收着。这真是娘给我的吗？是的，二小姐，夫人说了，铺子给了大小姐，自然也不能厚此薄彼，这是夫人的心意，让您出嫁后手里也能宽裕些。替我谢谢娘。夫君，你听到了吗？娘给我地契了，她说不能厚此薄彼。听到了，岳母心里是有你的。我真的很高兴。锦柔真的太傻，太容易满足了。她渴望的从来不是这些金银财宝，而是这一点点可怜的亲情。这辈子，姐姐绝不会允许你再过那样的日子。给王爷请安，给王妃请安。王妃，老王妃说今日身子有些沉，请您这就过去内室候着，贴身伺候。去回了母妃，就说王妃今日回门累了，需要歇息，让她改日再去伺候。可母妃那边，本王的话你听不见吗？滚回去！周彦琛这般主动帮我挡枪，可不是转了性子心疼我，他是怕我又发疯坏了他的好事。毕竟今日他还要赶着去见他的心头肉许柔。王爷这般急着出去，是衙门里又有要紧公务了？谢淑堂，本王已经陪你回过门了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。本王去哪儿，轮不到你管。柔儿，王爷，您还回来做什么？柔儿以为王爷有了新王妃，便再也不要柔儿了。今日是柔儿的生辰，柔儿从天亮等到天黑，王爷都没来。我的美人儿，你哭什么？本王心疼都来不及，哪舍得不要你？那王爷为何这么晚才来？哼，还不是府里那个毒妇，她仗着谢家的事，逼着本王陪她一起回门，硬是耽搁了一些时辰。柔儿，你放心，你的生辰，本王哪怕是拼了命，也一定会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王爷辛苦了。柔儿知道，在这世上，王爷是对柔儿最疼最好的人。只要有王爷这句话，柔儿受再多委屈也甘愿。乖，看本王待会儿怎么补偿你。柔儿，还是你这儿清静。回了王府，本王连觉都睡不安稳。王爷今日能来，柔儿已经知足了，只是……好端端的，叹什么气？王爷，咱们的玉儿已经到了启蒙的年岁，别家的孩子在这个年纪都有父兄教导，可玉儿却只能待在这烟花之地。前些日子孩子生病了，烧得满嘴胡话，都在喊爹爹。
我想在他生病时能陪在身边照顾，我可不可以？柔儿，不是本王不想接你，只是现在不行。那个毒妇谢书堂，她实在太难缠了。她仗着谢家的兵权，在府里横行霸道。我若此时把你带回去，以她的性子，指不定要跟我怎么闹，甚至会对你不利。那王爷，我该怎么办？玉儿又该怎么办？难道要让我们母子一辈子躲在醉春楼里见不得人吗？您就不怕咱们的儿子被人指指点点，说他是没名没分的野种吗？王爷，您当初说要给妾一个名分的。柔儿乖，本王都知道。再忍忍吧，等本王腾出手来，一定风风光光接你进府。谁知道谢书堂竟然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，真是一点空隙都不给本王留。柔儿明白了，王爷贵为王爷，却事事要看王妃的脸色。王爷该不是怕了那位王妃吧？本王会怕她？一个女人家，本王动动手指就能捏死她。你现在就收拾一下，过2日本王亲自派轿子接你，咱们回府。谢王爷，柔儿就知道王爷才是这王府天大的主子，王爷威武，柔儿往后定会好好伺候，绝不让王爷为难。王爷，今日可是皇后娘娘办的春日宴，时辰到了，咱们该启程了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本王今日没心情陪你在那群女人堆里装模作样。王爷，旁人家可都是夫妻同行的。多嘴！谢书堂，你这么能折腾，想必在那宴席上也能大杀四方。本王去了，反倒碍你的眼。王爷既然如此体贴，那我也乐得自在。瞧，那就是新晋的靖王妃谢书堂，架势倒是摆得挺足。架势足有什么用？谁不知道大婚那天，靖王殿下连面都没露，是让一条狗陪他拜的堂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京城赫赫有名的人狗情深王妃吗？徐姐姐，快别这么说，万一王爷哪天不高兴，让那条狗来咬咱们可怎么办？那王妃可得心疼坏了，毕竟那是她正儿八经拜过堂的夫君啊。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换了我，早就一头碰死在王府门前了。你居然还有脸在这儿晃悠，谢家的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。徐小姐，请你自重，我姐姐没有任何错，大婚那日的不堪全是靖王一个人的错，你们凭什么在这羞辱我姐姐？哟，庶出的妹妹出来充什么英雄？事实就是事实，姐姐是圣旨赐婚、名正言顺的王妃，你们如此诋毁，是在质疑皇上的旨意吗？前世这帮人也是这样骂锦柔的，那时候锦柔没有人撑腰，独自一个人从雪地里走过去，被羞辱得体无完肤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怎么，谢书堂，你还敢动手不成？我姑姑可是……你敢打我？我可是堂堂尚书府的嫡长女，你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动手？打的就是你，我管你是谁的女儿。本王妃站这里，你身为臣女不行礼跪拜也就罢了，还敢信口雌黄侮辱皇室王妃。既然你爹没教好你规矩，那本王妃今日就费些心力，亲自来教教你。他还真把我当成那个逆来顺受的谢锦柔了，以为我这谢家嫡女的名头是摆设吗？姐姐，快别打了，万一惊动了皇后娘娘。王妃又怎么样？谢书堂，你少在这狐假提威！我姑姑可是皇上最宠爱的贵妃，你今日动我一指头，我要让姑姑在皇上面前好好的教训你。不仅是你，连你那个远在边关的爹，还有你那个目中无人的兄长，我都要让姑姑一并教训了，让你们谢家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姑姑可是皇上最宠爱的贵妃，你敢动我，等着被罢官夺职，满门抄斩吧！既然你这么想让贵妃娘娘出头，那本王妃……贵妃娘娘当真是好大的能耐，现在都可以干预朝政了。徐小姐，你确定贵妃娘娘要教训谢将军父子？那可是为我大魏打下2座城池，刚收服15万铁骑的开国功臣。丞相大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若因为你这一句教训，寒了边关50万将士的心，徐尚书有几颗脑袋够赔的？徐小姐，可不要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，给徐家招揽灭门之灾才是。他的话一字一句都直攻要害，这个男人倒比前世看着还要深不可测些。我突然想起姑姑还等我去搬家，臣女先告退了。
全上京谁不知道，新任丞相贺承周是个笑着杀人放火的主，哪怕他此刻在笑，周围的人也只会觉得如芒在背。我竟然没想到他会帮我说话，毕竟在旁人眼里，我谢书堂只是个声名狼藉的疯批王妃。前世，周彦琛兵变失败，谢家受了牵连，是贺承周在危难之际一力担保，甚至为了保住我父兄，在这冰天雪地里生生挨了30大板。一个文弱书生，那30大板下去，几乎要了他半条命。贺承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前世为谢家做的那些事情。王妃怕是受了惊吓，说的话微臣倒有些听不懂了。微臣不过是随口说些实话。谢将军是国之栋梁，微臣不忍见忠臣受辱。王妃不必客气，宴席上场，微臣还有公务，先行一步。急着走做什么？丞相大人当真忘性这么大？贺承周，那日我大婚拜堂，我说若王爷赶走我就嫁给你，你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？王妃慎言，这皇宫禁闭，岂是可以胡说的地方？你放肆！谢小姐，你如今贵为王妃，身份尊贵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轻薄于我？我们孤男寡女，授受不亲，成何体统？丞相大人急什么？我们两个怎么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和周彦辰那婚事不过是个空架子，没拜堂，没成亲，更没入洞房，按大魏律例，算不得名正言顺的夫妻。即便如此，你名分已定，这种话若是传出去，名分？周彦成那厮日后会谋反，谢家被他拖累得满门抄斩，他迟早是个死人。我绝对不可能陪他在这靖王府里熬日子。我现在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报仇，在给自己寻一条生路。你与靖王的事情，那是你们王府的家事，同我贺某人没有半点关系。王妃自重，不要再胡来了。贺承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愿意，等我和周彦真和离了，我就嫁给你，做你的丞相夫人。胆小鬼，堂堂大魏丞相，胆子竟然比兔子还小。不过，我倒还真有点喜欢。谢书堂，你个毒妇，好大的胆子！本王还没死呢，你居然就敢当众勾搭外男，想与我合理改嫁给贺承周？本王告诉你，除非我死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得死在靖王府里。原本周彦琛是觉得让我一个人来参加春日宴多少有些没面子，这才急匆匆赶来。结果倒好，人还没站稳，就听见我要给他戴绿帽子的豪言壮语。你以为谢家能保得住你？在这皇宫禁地，你竟敢如此折辱本王的颜面，是吗？王爷既然觉得死才能解脱，那我考虑一下，看看找个什么合适的机会，把王爷您给杀了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太可恶了！你竟敢直言要杀我！王爷，怎么不说了？是怕了吗？疯子！谢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疯子？当初我为何非要跟谢家联姻，娶了这么尊煞神回来？你走开！你快走开！都是因为你，我阿娘才不能回府。我讨厌你，我让阿爹把你赶出去，我要阿娘回来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！快住手！快住手啊！小世子，不可乱说，快跟老奴走！王妃娘娘在此，不可造次啊！我不走，你放开我，她不是我阿娘，我不要她待在这里，我要娘亲回来，我讨厌她，我不要她占娘亲的院子，爹爹快把她赶走！等一下。王妃娘娘，王妃开恩，小世子年纪还小，他只是在外面听了一些碎嘴婆子的胡话，他什么都不懂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跟小世子计较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说出来的话当不得真的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见识过我这些日子在王府杀狗泼水的手段，这府里还真没几个不怕我的。
不懂事，我看他懂得很呢。抬起头看着我，我问你，你方才唤这孩子什么？回王妃的话是小世子。放肆的东西！王妃娘娘面前，岂有你这老奴信口开河的份儿？你不许打我的嬷嬷！你凭什么管我们？这是我家的王府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做主。我要去告诉爹爹，让爹爹把你赶出去，再也不许你进王府。原本我是不想自降身份去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种计较，可他既然敢对我这般不敬，口口声声要杀我全家，那我这当正牌王妃的，自然要带他那没名没分的外室亲娘，教教他什么叫尊卑，什么叫王府的死规矩。周玉，你记着，你那亲娘到现在连这王府的大门都进不来，只要本王妃一日不点头，你便永远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。王妃娘娘，小主子年幼无知，口无遮拦，求您开恩饶过他这一次吧。是老奴没教好，老奴该死，求王妃娘娘饶了小主子这一回吧。他毕竟是王爷亲口承认的骨肉。周彦辰的私生子，许柔拿命疼的心金子，前世他就是仗着这张看起来天真无邪的脸，背地里却阴毒如蛇。那时锦柔被吓得高烧不见，这小种却在靖王怀里撒娇，说只是想跟小姨玩。这一世既然落到我手里，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账。你若敢哭出一声，我便让人去请了拔牙的师傅来。这王府里的规矩，第一条就是主母面前不得喧哗。周小公子，王妃娘娘是在教你规矩。私生之子能进府已是天大的恩赐，若没个尊卑，还是趁早离开这个王府。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，你那亲娘没教你的，本王妃便在这王府中好好的教教你。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这孩子的衣食住行全部由我亲自过问，没我的允许，谁若敢私自放他出去，打死不论。是。许柔，你的儿子落在我手里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睡一个安稳觉。王妃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小世子他毕竟年幼，那些胡言乱语定是听差了旁人的闲话，当不得真啊。嬷嬷，我看你当真拎不清主次了。王妃进门至今尚未诞下灵子，哪来的什么小世子？可是他确实是王爷亲口的骨肉啊！老王妃平日里也是心肝宝贝的叫着，王府上下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叫的。旁人叫你就敢跟着叫？你是觉得这靖王府的主母是个摆设，还是觉得本王妃已经是个死人了？在这大魏朝，只有本王妃亲生记在皇家宗谱上的嫡子，才配得上一声小世子。至于他，一个连名分都还没定下的私生子，说的好听些是骨肉，说的难听些，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庶孽。既然你们这群奴才教不出规矩，本王妃便受累，亲自给你们立一立这靖王府的家法。从今日起，这孩子便迁到本王妃的院子里住，不必麻烦旁人，本王妃要亲自管教。你说我会如何待他？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啊！是老奴罪贱，老奴这就带向少爷走，再也不敢来王妃面前碍眼了。我们这就回后边去，求王妃放过孩子啊！嬷嬷，王妃的话就是铁律，这王府里的孩子，王妃说要教，谁敢带走？带走。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？我要出去！我要去找爹爹，爹爹最疼我了，他一定会骂你的。快放我出去！我是王府的小主子，你们都要听我的。你们再不放我，我就让爹爹把你们都赶走。如果想再见到你娘亲，就给我乖乖把嘴闭上。你真以为你那父王的宠爱能在这王府里保你一世太平？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孽种。你觉得让皇上知道了你的存在，会不会把你亲爱的娘亲在这大魏朝按辈分我是你的嫡母？至于你那个亲娘许柔，她那卑贱的身子，哪怕进了府也只能算是个伺候人的奴婢。蕊儿，这孩子连最基本的站相都没有，既然要教，就先教教他什么叫恭顺。去，给他头上顶着那本女诫，去院子里站着。什么时候学会了挺直脊梁做人，什么时候再停下来。是小姐，奴婢定会盯着，绝不让规矩落地。
站直了。书若是掉下来一回，便加站1个时辰。什么时候学会叫一声母亲，你这顿罚才算见的头。谢书堂，你竟敢如此作践本王的骨肉！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本王今日若不废了你，这靖王府就由着你翻天了不成？王爷，不可冲动啊！王妃姐姐毕竟是圣上亲的正牌王妃，谢将军的掌上明珠。您若今日动了手，柔儿和玉儿在这世上便再无容身之处了。前世她便是这副模样，3言2语就能勾得周彦辰为她冲锋陷阵，真是好一副画皮。本王管他是谁，敢动我儿子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的命！周彦辰，你若真有这份胆色，大可往这儿刺。今日你若敢伤我半分，我担保，你身后那个野种，还有这位许柔姑娘，今晚都得一起给我谢希潭陪葬。你以为本王真的怕了谢家？不过是一介武夫，竟敢在王府威逼本王！一介武夫，我爹谢老将军已在归京途中，不日便班师回朝，皇上更是要亲出城门10里亲迎。这时候动我，周彦成，你是想让满朝文武看看你靖王是如何在谢家凯旋之时杀妻灭魔，还是想让皇上亲自下旨抄了你这靖王府的家门？王爷，放下剑！王妃姐姐教训的对，是为了玉儿，您千万要忍耐啊！没用的东西，被一个女人3言2语就吓破了胆。谢书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王今日是看在柔儿心善替你求情的份上，你作践玉儿，现在立刻给她道个歉，这件事本王便既往不咎。道歉？王爷怕是白日梦还没醒吧？你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这私生子，本王妃心情好了，在这府里当个下人养着；心情不好了，我这就进宫去见皇后娘娘。我是御赐王妃，我尚未诞下子嗣，这没名没分的野种便我满5岁。你说，若皇后娘娘知晓，她是会赐你一杯毒酒，还是直接废了你的爵位？王妃饶命，是柔儿管教不严，王妃开恩。想要她活，就给我学会夹着尾巴做人。带着你的东西，滚！王爷，柔儿姑娘好歹也是读过书的，想必比你更清楚这上京城的规矩。大魏律例，正妻进门未满10年无子，侧室方可承宠怀胎。如今你我新婚燕尔，这周玉便以5岁开蒙，这不仅是乱了嫡庶，更是抹视皇恩。若我真闹到皇后娘娘面前，你猜谢家这张脸面够不够换这小孽种一杯智酒？王爷快别说了，王妃姐姐这是在替您分忧啊！柔儿，你糊涂了，她分明是想要玉儿的命，还要羞辱于你。不，王妃那是深明大义，玉儿若能得嫡母教导，往后谁还敢说她是无名无分的私生子？王爷，您千万不要跟王妃置气，玉儿能留在王府已是万幸了。她倒是个识趣的，为了保住这唯一的孩子，什么自尊脸面，统统都能踩在脚下。这种能屈能伸的毒蛇，才最是谢书堂，算你狠！咱们走着瞧，这王府还轮不到你一个人遮天。走吧，王爷，咱们先走。玉儿有王妃照顾，咱们放心。爹娘，你们别走，别丢下玉儿一个人在这儿。爹娘，爹，我害怕坏女人要杀了我。娘，你带我走啊！以前在王府仗着宠爱放蝎子害我锦柔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天？如今见我管了她，连他那不可一世的亲爹都不敢吭声，他怎么会不害怕？收声！再敢惊扰主母清静，就不是顶叔这么简单了。少爷，您记住了，在这靖王府，您的生母只有一个，那比是咱们正牌的王妃娘娘。往后若是再敢对着其他上不得台面的女人乱叫，坏了规矩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娘亲了。我知道错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儿站着。站到你心里真正记住了这规矩为止，不怕你不讲规矩。既然你那个娘教的是邪路，那本王妃定会一寸一寸替你挣回来。小姐，那个女人在外面跪着了，说是来给您请安。让她进来吧。她若想名正言顺地留在王府，定然是要来见我的。奴家许氏见过王妃娘娘。前世她进府时连个礼都不行，这一世倒是学乖了，知道这府里谁才是主子。请王妃给条活路，奴家自知身份卑贱，可奴家已经给王爷生了玉儿。王妃，你我同为女人，
奴家若是不进王府，以后真的是死路一条，求您怜悯。同为女人，这感情牌打得可真好。可惜我谢书堂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同情心，尤其是对你这种恶毒的女人。许小姐，你既然知道我是王妃，就该明白这王府的门不是谁都能进的。王妃，只要您点头，奴家不求名分，只求能陪在王爷和玉儿身边。奴家会安安分分的当个贵妾，日后绝不出这园子半步，绝对不会碍王妃娘娘的眼，更不会让王妃为难，求王妃成全。你欺负锦柔的时候，让她在雪地里罚跪，逼她喝下毒药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朝一日会跪在我面前求一个贵妾的位置？贵妾？许小姐，你这胃口倒是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。那王妃的意思是，你想留下来，可以，但不是以贵妾的身份。既然你求条活路，那本王妃就赏你个差事。王妃当真？从今日起，你就留在府里当个通房丫头吧。怎么，嫌位分低？许柔，你一个罪臣之女，身子早就不干净了，还想进门当贵妾？你简直是做梦！王妃，奴家好歹给王爷生了玉儿，那可是王爷的长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您让我做通房，是在羞辱王爷的血脉。哦，功劳？你觉得你生下周玉是功劳？你确定不是在害他，不是在害王爷？让堂堂靖王在尚未娶亲时便有了个5岁的私生子，让王爷成为全上京城的笑话，这就是你的苦劳？按大魏的王法，像你这种无名无分、私自产子的女人，本该被拉去菜市口杖毙发卖。我留你一命在王府当下人，你是看在谢家积德的份上。其实她做不做贵妾，我根本不在乎，只是想到前世锦柔受过的苦，我就绝不想让她痛快半分。周彦辰那厮日后会跟着五皇子参与宫变，那是谢家灭门之灾的开始。我得尽快拿到证据跟他和离，绝不能把谢家这50万重兵拖入那个死局。爹爹手握重兵，谢家必须干干净净的退出来。奴婢知道了。既然知道了，就去偏房领丫鬟的符制，以后学会怎么当个奴才。小姐，这许柔瞧着是个能忍的，怕是条毒蛇，留在身边。怕什么？毒蛇拔了牙，也就是条长虫。只要他那宝贝儿子在我手里，他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王妃，这力道可还合适？奴婢手上没劲儿，若有不周，您尽管责罚。手重了，没瞧见本王妃这料子娇贵吗？重一下便是一道褶子。许通房，捶完腿赶紧把这些洗了。这府里不养闲人，王妃爱干净，你可得仔细着点。奴婢记下了。走，现在就走！这王府我是待不下去了。那个谢书堂哪里是儿媳，简直是个活阎王！婆母被我气得搬走，这王府总算清静了一半。王爷，奴婢实在是没法活了。王妃娘娘日日让奴婢跪在硬石板上浆洗，连玉儿生病，她都不许奴婢多看一眼。柔儿，本王现在已经够烦了。是在唾沫奴婢，是在打王爷您的脸呢。王爷，您就不能救救奴婢吗？够了！她是正牌王妃，是谢家的嫡女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既然进了府，伺候她就是你的本分，她便是让你跪死在那儿，也不委屈你。以后这种小事，别来烦本王。丞相大人，走得这么急，是在躲债，还是在躲我？王妃，光天化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那天我说的话，大人考虑的如何了？是想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爹，还是想做我下半辈子的枕边人？你这个女子，简直不知廉耻！走，快走，离这个疯女人远点！逗她倒比折磨周彦琛有趣多了。小姐，王爷今晚又不回府了。这半个月来，他回府的时辰是越来越少，每次回来也是钻进书房，谁也不见。他在忙着谋逆的大事，自然没空回这后宅。你以为你筹划的天衣无缝，却不知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场催命的戏。王妃请回，王公事繁忙，交代了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只是看王爷辛苦，送些宵夜。既然王爷有令，那我就这儿等着。待会儿见了皇上，你少说话。若是坏了本王的事，回去有你好受的。王爷放心，臣妾今日定会办好这恩爱王妃，绝不给您丢脸。贺
大人，你疯了，这可是后宫。我看是你疯了，谢书腾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和他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他那种卑劣小人，也值得你日日围着他转，还在这宫里与他大秀恩爱。怎么着，丞相大人这是吃醋了？你不要离他太近。谢书腾，听我的，不管你现在想做什么，最好立刻回娘家住一阵子，哪怕是去庄子上也好。他不是好人，跟着他你会没命的。他这是在救我。贺承周是皇上的人，他一定察觉到了周彦成勾结五皇子的动静。贺承周，我问你一件事，我是如果我和离了，变成了一个被休弃的弃妇，你愿不愿意娶我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嫌弃我嫁过人了，坏了丞相大人的清誉？没有，谢书腾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贺某人从不在意那些虚的名声名分。看来丞相大人不仅胆色过人，还是个痴情种。我这样十恶不赦、满手血腥的坏种，若真的愿意回头变好，那唯一的理由也只能是为了眼前这个傻的认真的贺承周。好，我等你娶我。拿好了，这是周彦成和五皇子谋反的铁证。万事小心，我会安排妥当。走了，丞相大人，莫要让我等太久。你去见了谁？还是在那假山后面？是贺承周吗？王爷管得倒宽，这宫中御花园风景好，我多逛会儿也不行。你以为本王不知道你那点龌龊心思？谢书腾，你给本王记着。等本王起事的那天，等本王坐上那个位子的那天，我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他贺承周。我要在金銮殿上亲手割下他的脑袋给你当球踢。是吗？那臣妾便等着那一天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杀进去，这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晋王兄，等事成之后，这京城的繁华你我平分。周彦成，老夫已在此候你多时了。谢振新，你不是在边关吗？丞相府与东宫早已收到密报，王爷，您的宫变到此为止。逆贼，降是不降？这一事总算没让谢家重蹈覆辙。小姐，咱们真的赢了。谢书坦，是你干的对不对？我藏得那么深，那些密信，你骗我的证据你都交给贺承周了是不是？对，是我干的。从你打算利用谢家兵权，又想在事成之后除掉我父兄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等这一天了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毒妇，我是你男人！男人，周彦辰，你要害死我爹，还要害死我全家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你。这世上没人能动谢家，你不行，五皇子也不行。闭嘴！谢书腾，钱是你欠锦柔的，欠谢家的，今日便一并还清了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王妃，府内上下已全部羁押，按照皇上的旨意，凡靖王府所属，皆以谋反论处。个个都不能幸免，这就是贪婪的下场。玉儿别怕，再跑2里地，过了那个山口就有接应的人了。只要逃出上京，我们就活了。逆贼许氏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再跑一步，格杀勿论！受惊过度，撞击要害，周瑜已死，带走许氏回京复命。我的玉儿，老天爷，你开开眼！他实在是蠢，谋反是诛九族的死罪，周瑜是周彦辰在世上唯一的血脉，皇上绝不会留下这个隐患。与其将来死在断头台上受尽侮辱，今日死在这一场乱局中，也算全了他那份卑微的母爱。谢爱卿护驾有功，谢王妃深明大义，亲手呈交逆贼证据，朕心甚慰。臣妾别无所求，唯求皇上准许臣妾与周彦琛和离，归家侍奉父母。准。从今日起，你与周彦谦再无瓜葛，由谢将军领亲回家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瞧，那就是谢家那个二婚的，
刚进门就克死了婆家，连王府都被抄了。这种女人谁敢娶？真是上京城最大的笑话。听说了吗？谢家大小姐和离了，今晚是可是谋反啊！她居然能全身而退，邪门的很。笑话，这一世，我不仅要当着上京城的笑话，我还要看着你们这些自诩清高的人，怎么一个个死在我前头。姐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这一切原本都该是我承受的。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你本该嫁给首府大人，做这京城最体面的女子。若不是替我入了那火坑，你也不会落得这么个和离回家的下场。谢锦柔，你记住了，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谢书堂自己选的路。只要你和宋祈年能好好的，我所做的一切便都够了，也值了。可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全京城都在看你的笑话，我心里疼啊！前世的债，这一世我已经讨回来了。可你明明可以不用做的这么绝，现在外面那些婆子说的有多难听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们说你……只要你们那一房能在这乱世里琴瑟和鸣，我所做的一切便都够了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祈年还在外头候着你，莫要让他等久了。去吧。阿姐，你瞧见了吗？连府里的奴才都开始……人心便是如此，你若强大，他们便是最温顺的羊；你若落魄，他们便是最贪婪的狼。锦柔，往后在婆家也不要失了这份从容，明白吗？去吧，好好照顾他。小姐，这都半个月了，丞相府那边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没消息，便也是一种消息。那日我跟贺承周说过，他若愿意娶我，我便等着他来；如果他不来，我便会去江南，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过完余生，再也不回这上京。今日府上可有贺客？回大小姐，并无。半个月了，贺承周终究还是没来。丞相大人平日里瞧着是个重情义的，没想到关键时刻……情义，在那些大人物眼里，情义哪有脸面重？他果然在意我的身份。贺承周到底还是个爱惜名誉的人，他不来是不愿意成为上京城茶余饭后的笑话。娘，别忙活了，让嬷嬷帮我收拾东西吧。我想出京一趟，去江南。江南？去那么远做什么？你一个姑娘家，刚和离归家，外头风言风语还没歇，你这时候走，不是让人戳脊梁骨吗？书堂，你听娘说，你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你爹现在立了大功，是朝廷的重臣，咱谢家大富大贵，爹娘一样可以养活你一辈子，你不必去江南受那份苦。娘，我不是怕没人养，我是怕这上京城的城墙太高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外面的大好河山，娘，我想去亲眼看看。这一辈子，我不想再围着这四方的院子打转了。再活一世，我比上一世通透了许多，斗过了疯批，保住了谢家，如今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我不等了，也不想再等了。嬷嬷，去把大小姐惯用的东西都带上，多带些银票，再挑几个手脚离快的家丁跟着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好，既然你想走，娘不拦你。到了江南，记得多记家书。小姐，这都最后时刻了，丞相府那边真的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吗？我说过，不等了。爹娘，女儿不孝，先行一步。若在外面待得不顺心，谢府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。谢书堂，你当真要走？你总这样，把我当成个可以随意丢弃的玩具戏弄吗？丞相大人言重了，我一介和离之身，哪有那个胆量戏弄您啊？既然大人当初在那假山后不应声，这半个月也缩在相府里当没事人，那谢某便该识趣些。你不来提亲，还反过头来说我戏弄你。丞相大人，您还是赶紧回吧，别和我这弃妇走得太近，免得坏了您的名声，让人看了笑话。我不讲理，谢书堂，到底是谁不讲理？你让我来求亲，那是终身大事，我自是要写信请我远在南疆的爹娘亲身回来主持大局，自是要把这相府积攒了3代的聘礼一桩桩一件件仔细清点备好。我怕委屈了你，怕给你的不够多，怕谢老将军觉得我不够诚心。结果你呢？你就等了半个月便等不及了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去江南。谁知道你在忙这些，我还以为你是在意我嫁过周彦辰。谢书堂，你看着我，周彦辰算什么？名声又算什么？谢书堂，我等了你10年，
既然等了10年，那这剩下的一辈子，你可得拿命来陪我。好。